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小齐。我还没习惯你们的热情啊！我来上海真的挺颠覆的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时尚的一个人。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因为我中专毕业就在理发店开始打工，你知道当时太潮了，头发青一块紫一块，大家给我外号叫做小大张伟。青一块紫一块啊，好嘞。当我来到上海，我看到那真正的时尚宠儿，我看到他们我会自卑呢，我会紧张。那天我碰到一个哥特美女，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火？”当时我特别紧张，我说：“我给你买一个去。”但现在知道怎么回答了，对吧？再问你说你有没有火，我说等节目播了的。播了还是没火。啊，谢谢。哦，你们真有情商。很多人说上海排外，我觉得没有，这不到处都是外国字吗？外国人来了走不丢，我一个中专阅读障碍总走丢。你们都想象不到我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地儿，就是因为那个牌子呀，跟我朋友发的那个英文店名对不上，牌子是大写，手机是小写，我就找了3圈，我给我自己蠢笑了，我感觉上海排中专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不是蠢，我们就是性格纯良。但我不是真正的纯良，真正的纯良是国民白酒。国民白酒老村长，真正纯良酒，好喝不上头，不排外，更不排中专，让生活更开心。但是上海的生活其实也有一段不开心，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女孩一些感情生活。没想到中专还有感情生活吧。我挺自卑的，因为她特别时尚，我俩有一些文化的差异。我俩已经一起手拉手逛黄浦江，她靠着肩膀看再见爱人。当时我觉得我恋爱了，但她说我们在 date。我听到这个词一点也不伤心，因为我没听懂这个单词。我们中专也叫纯中文专科。而且我还是个东北人，东北没有这些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东北只有说什么处不处。date 是哪个阶段？我妈总问我，都没法跟她解释，你知道吗？我妈中专都没上过，我要跟她说再 date 她得你逮她干啥呀？我觉得上海很聪明，你懂吗？就把很微妙的东西翻译成英文，就变得很体面，对吧？搞暧昧 ，date， 瞎溜达，你们也知道啊。天天搞暧昧、瞎溜达，还骂人 ，rapper。什么呀？替哈哈槽出气。date 真让人很有危机感，因为我查了，这里面可以多人 date。后来我想，我俩应该是1对1，因为多人他应该说是 dates。我懂点但也会乱想。我每次约他吃饭，他说没时间，我总感觉他跟别人 date。你也不好意思直接问，说什么你前面还有几桌？我特别希望能有个盼头，在家等那随时有个声音通知我，真的 A21。date 的对象，请您吃饭了。我真的很想快点转正，所以我对我自己很有要求。我觉得他可能喜欢我的幽默，不然他图啥呢？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每次约会咱至少24个梗。我笑死他，我让他知道不只有西方的约会文化，还有中国传统文化24笑。但真的很难，上海对我来说太陌生了都。他领我去吃饭那个地方，某印良品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杂货店能吃饭。
上海太奇怪，我很紧张，他特别好，主动点单找话题，点了一个生火腿温泉蛋凯撒沙拉，比英文都难背。他说我平时的饮食就这种白人饭，哎，你呢？完了，中文也听不懂了。凭啥叫白人饭？某印良品不是日本的吗？有美军基地就叫白人呐。东北的中专生都爱国。东北战狼。不怕你们笑话，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麦当当，但那帮演员说这是黑人饭。我说我老爱吃了，我很难受。我虽然不知道什么白人饭、黑人饭，但我知道白人贩卖黑人。发现没法交流，他说的我不理解，我理解的我不敢跟他说。我咋说？他说我喜欢白人饭，你呢？我说我喜欢黑人饭。主人奴役我。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只能在疯狂的吃，然后硬生生的夸赞食物。我当时情商高的跟何炅老师一样。就是那种吃一口然后哦。哎，谁说这火腿生啊？这火腿太棒了。但是大家知道这个饭其实不好吃。我从他眼神我看出有点浮夸，我开始强行找话题。我看那生火腿温泉蛋沙拉，我突然脑袋一抽，我说那凯撒呢？他说凯撒是酱。啊，你看不愧是日本呐！你看凯撒大帝来了都变成了凯撒酱。疯了，今天疯了，神经病！谢谢你们笑了，还好他也笑了。那是那天24笑的第一笑。嘲笑。我以为是嘲笑，但他笑完突然说：“你还挺可爱的。”完了，要被奴役了。后来确实我们都在一起了。别磕，不甜。我们每刻都在试着跟对方共情，但是从来没有同频过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说了一些我中专听不懂的话，然后就走了，说什么鸿鹄燕雀之类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说这些鸟话。可能是有些鸟注定要飞走吧。我希望天高一点，所以拜拜。我是小齐。来，小齐的锁票倒计时。行了，小齐，可以啊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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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。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会知道，小齐其实在我们这一季节目里面的过程是高高低低。哎，第一场炸翻，王炸；炸翻。第二场一般，甚至于第三场是以比较低的分数进入到了今天的这个赛段。今天又有这么好的表现，你自己的心态变化大不大，小齐？大，我其实挺羞愧的。我第一期说了，中专生心态就是好，然后第二期我说这么多人期待我，我可咋整？你知道，就我从小没有经受过这么多人期待你取得一个好成绩，他们都希望你及格吧，对吧？所以会有点心态影响。这期刚刚就把心态搬回来啊，所以特别感谢就是校妈的朋友们，然后支持我，然后鼓励我，所以心态放平了，谢谢你们，而且谢谢你们支持。
是不是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完全回来了。其实今年松弛很大原因是因为观众看完之后跟我很多评价，然后一直在夸我。我说我有那么好吗？你知道那种感觉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小齐，我问你个尖锐的问题，因为你今天表现太优秀了，我觉得好话没有那么大必要。啊？因为我去听过你专场，那个感情结束的时候没有伤感的部分，就高高兴兴往下走啊。你刚才故意收了一个稍稍有点伤感的，还说什么有的鸟什么，就希望那天空高一点。我想要给这个段子一个完整性。哟啊，哎，可是你听上去你的感情非常不完整啊，就是感觉还是有些创伤啊。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事情。我在这儿，我特别感谢我的女朋友，因为她特别大度，让我讲这段过去。哇，非常棒，看得很过瘾。因为春春，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舞台型选手的人。对，他的表演太好了，而且我们那个小团队开会的时候，我老模仿他。哪个动作？来，我老这样。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老这样。春春老师一定要小心点，刚才我这个时候我脖子抻到了。我现在特别怕我脱发。会的，会的，会的，会的。他这个特别适合搭黑车，走啊走啊走啊！太洗脑了。除了那个刚才春春讲的，他会动脑袋一下，我觉得他最后那个结尾那感觉是很好的。我也喜欢。就是你通篇一直有一个特别顶的那种笑，然后最后有一丝温情又收回来，我觉得特别好。我有个感觉，就是讲一个比如孩子从小的城市到大城市漂泊，然后两地那种差异的感觉。我迄今为止听的最好的3段，之前 Kid 有一段，高寒有一段，还有今天小齐的这一段，就他其实没有讲老家怎样，上海怎样，但他讲了处处都是差异，是处处都有那种小小的让你内心会有唏嘘的感觉，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级，我很喜欢。冠军，再次掌声送给小齐。那个，来，小齐休息一下。那个沙发还能坚持坐一会儿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现在开心了，开心了怎么都对啊。满意的是比之前更松弛下来了，就是更接近我线下演出的状态了。我这个状态全靠这些观众啊，每时每刻不间断的来鼓励我，不间断的说我好。干这个行业就是希望一些正反馈，大家都这么捧我，我得努力，我得调整好自己。哦，小齐终于回来了，他特别像李白那种路子，喝完这口酒，我一下我就探出来了。这个气场开了之后，他怎么后边都是对的。马上这个4人小组要出来的朋友，一位老人，快哥，应该怎么叫？参赛多年，今年第一次进入到了第4轮，引起了行业的震惊和质疑啊！对，让同行们完全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如果今天节目块哥拿大王，我就把上马给小块。来，如果块哥拿了这个大王，我所有的综艺资源全部推给小块。韩大狗之前说过，我今年要是拿了节目的冠军的话，他就把他的俱乐部给我。哈哈，脱口秀的格局和版图将重新洗牌，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哇，你都是我的囊中之物。这都是假象。然后我在福州呢有一些的酒厂，还有一个小房地产公司，我把我的产业都给他，你知道吗？二哥今天拿节目大王，高效压胜二哥。老师们，接下来是第几场？第3场。这场反响怎么样？注意力其实有点涣散。二人间吃饭了吗？哎，这没吃，这都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掌声欢迎小怪。好，大家好，小怪。还行啊。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啊，因为比赛到这个程度，所有人都在发愁，写不出来稿怎么办？演砸了淘汰怎么办？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到处问，哎，我要是拿了大王怎么办？当时他们的反应比你们要热烈很多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这个行业的地位啊。
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5年前我第一次上节目，讲了一个拆二代的段子，之后总有观众问我为什么不再来上节目。其实我每年都来啊，感觉就像没有来。我的地位是脱口秀如来。也会有一些火眼金睛的观众发现我如来，他们觉得我不如不来啊。确实，在很多观众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实力欠佳的选手。但如果大家换一个角度，在选手眼里，我是一个最理想的对手。你们想一下，参加这个比赛，老选手实力强、粉丝多，不敢打；新选手攒了那么多年硬段子，不好打。这个时候扭头看见我在旁边，一脸兴奋地问别人：“哎，我拿了大王怎么办啊？”当时眼睛就聚焦了，目标也清晰了，咽着口水说：“还得是我快哥啊！有资历没能力，来自北京的老 baby。”最难得可贵的是，出道5年还没有什么粉丝，你就知道淘汰小快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大快人心。只要你在挑战我之前再多说一句话，小快老师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演员，不仅能赢，还能赢得体面。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对手，可遇不可求到什么程度，连刘仁成都想选我。他跟我参加的都不是一个节目呀，啊！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啊，跟我这些年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年节目，我前面那个选手讲的巨凉无比，凉到什么程度？我看他的时候也聚焦了。当时那个场面，任何人上去让观众笑1次，直接晋级。我上去以后，观众笑了3次。第1次，嘴瓢了；第2次，嘴瓢一着急忘词儿了；第3次，忘词儿一着急，跟这个提词器说：“你给我往下拉一点啊，季老师。”对手晋级以后啊，心悦诚服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神了，还得是我快哥。”也是在那一天，我终于意识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。我说了啊，我其实是脱口秀之神，不太敢相信。那你们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经常有观众看完我的演出之后，会发自肺腑地说：“小快真挺尬的。”哎呀，这是怎么来这个？把这个灯开了吧？你想拍？我真拍不了这个。是不是又有这种感觉了？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啊，因为脱口秀之神他不是最好笑的，好笑的那个叫大王，但是大王他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，而脱口秀之神只会用尬的 bless you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听不懂了我。其实我对这个行业的贡献啊还不止于此。确实，普通观众看我就是觉得尬，但是你们要想，如果是一个热爱脱口秀，但是因为怕尴尬、自卑、脆弱、敏感的中专生看到了我的表演，他得受到多少鼓舞，心中难免会燃起一个想法：讲成这样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啊？脱口秀就是以这种方式开枝散叶的。我在脱口秀界负责打窝，你知道吗？打窝好。哦，每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，我就是每人。而且这个不是我编的啊，不是我编的。当年在北京，邱瑞、童漠南、徐志胜都是看了我的精彩演出之后，才毅然决定拯救这个行业的。去年我没有参加节目，结果你们也看到了，很多演员都选不到心仪的对手。他们只能招更多的人来参加比赛，人越招越多，最后弄成2个节目了。为这件事儿，我自责了1年多呀。神
和人一样，经常自责，也是一种病，神经病。就这个梗又会鼓励到很多人。今年我重出江湖，行业震荡，有一个俱乐部老板请我吃饭，跟我说，快哥今年上节目，能不能 PK 我们的签约演员呀？可笑，竟然想以凡人之力左右神明啊！这真挺好玩的，真挺好玩的，我没见过。我当时就拒绝了他，我说我今年还打算拿大王呢。没想到，他竟然非常支持我。他说：“你要是能拿大王，我把俱乐部都给你。”我也没想到支持的力度这么大。更令我意外的是，支持我的俱乐部还挺多。现在的情况就是，如果我今年拿了大王，我将得到长沙校门、宁波蓝梗、成都过载、大连会校、云南不止、苏州莱塞、青岛上课、武汉开饭、上海四校高校、沈阳考校圈、杭州会说校、福州福利社、北京喜番加密以及效果文化的全部股权。哎呦我去，一场豪赌。那我们就算投资了呗，开了。让我们先，哎，投资好。坦白讲，我对拿大王这个事儿，本来看得很淡。我现在就是想看这些资本家颤抖的样子，你知道吧？第一轮我晋级以后，他们说侥幸；第二轮他们疑惑；第三轮我去神了。很多俱乐部老板已经开始慌了，跟我说：“快哥，你今年不会真要拿大王吧？”只有效果的老板镇定自若，说：“大家不要慌，相信我，小快一定过不了这一轮。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？我当时就感觉资本要给我做局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啊？有。那咱们就一起做局资本，好，洗牌这个行业格局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这个人办事向来体面。如果我拿了大王的话，不会亏待大家的。到时候我手底10几个俱乐部，你们看演出要是再花钱的话，我不是人。坦白讲，刚才说出这番话，我也曾经犹豫和彷徨过。就是这样公然的跟大家要票，是不是对其他选手不太公平？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这些选手，他们有的人天生就比我聪明，这公平吗？有些人长得就好笑，这公平吗？有些人在比我聪明并且长得好笑的同时还出身穷门，这公平吗？那我拿自己的钱给家人们谋一点福利，怎么就不公平了呢？太傻了！不行，快给我进半决赛了！冠军，大王，冠军！还有一段呢，还有一段呢，不用了。而且，大家也知道，脱口秀这几年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。我在这儿可以郑重的做出承诺，如果我今年当选了脱口秀大王的话，
你们可以把对这个行业的改进意见全都发给我。别的不说，咱们一起 make comedy great again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我咋接呀？这大事不好了，朋友们！来，各位，想改革这个行业就投票给他。改票！来，小块锁票倒计时。朋友们，我们笑团的先不发言。我想问问，有哪些主理人特别想说点什么？小块老师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脱口秀演员。现在晚了，哎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行业会覆灭在他的手里啊。尬的不来西务。小块老师已经从昨天正式入股了成都过载。因为我们最近亏损的非常严重，他说他能帮我们支付一部分，没想到是用大家伙一起集资给我们支付。大家可能看到那个会笑喜剧今天变了，因为答应那个小块老师的是大连会笑喜剧，我今天代表的是青岛会笑喜剧。那你说说你的态度吧。就是青岛会笑喜剧现在就可以归你，因为青岛会笑喜剧有点干不下去了已经。我看看报表再说，好吧。哎呀，他真聪明，他根本就不傻。是这样的，张老师，今天代表开花坐在这里的是开花的财务。那什么，他性格比较内向，你知道吧？不要难为人，好吧？他是爱人啊。最多一个月12万，负12万。然后今年的话亏了30多万。爱人，别逼他说话了，对。那您揽了这一大堆是债呀，这是啊，老师，咱们入股亏了。我想听一下我们优秀的编剧老师是如何评价这段竞选筹款演说。就是非常疯狂，感觉。Crazy boy， 所以让人感觉非常震撼，就有种玩疯了的感觉。对。其实小块这个是我听了好多遍的，然后我今天还笑得非常非常开心，就是完全被小块圈粉了，真的，所有人都期待你登顶的那一天。小块老师这个被叫上去了。来，程璐，我很高兴加入小块的公司啊，这个。你看，这是老员工知道什么是拍马屁啊！提前入职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罗老师，这叫什么脱口秀？脱口秀川普。前天在北京，我去看了童漠南的专场《寻找王医生》。昨天跟前天晚上，他都是开场嘉宾。对，他等于是你今天才到的吗？我是昨天2点到的上海，夜里2点，对。所以他特别松弛。对。但是那个演出是一早就答应了吗？一早就答应了，当时没想到进到这一轮嘛，也确实是。这点也像川普。但是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想到进到第4轮，反而越比越放松了？他不是放松了，这是放疯了已经啊！这是个风筝，现在小块是吧？别瞪着他点啊！到半决赛，应该他和俱乐部老板都紧张了，真的是。然后到决赛就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觉得小块啊，他就跟看这个星空一样，好多人像星星一样，但是我们小块现在是整个天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感觉，别人再闪耀，没有你闪你的，我是整个天空，我照着你呢。小宇宙啊！你已经不是小块总太厉害了。其实小块用的这个方法挺有风险的，就是因为他在有点像竞选演说，然后他在直接拉票。这种事儿说好了就能有炸的效果。对。但是如果要是说不好，他有可能是个双刃剑。对。但是小块做的真的了不起，感谢。所以各位。刚才这个4人小组是不是上一个炸一个？但是既然是比赛，就要有结果。小齐回到场上。哦
哦，我想看，我想看，开的真好，开的真好，输块哥不丢人了。小齐和小块票数差是。块儿总怎么了？二哥，咱还是没干过资本呀！朋友们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就是我们是不是也照顾一下分数高的那位朋友的情绪？小齐赢了都已经。黑幕！来，块儿总，请回到等待区。小齐继续等待下一位朋友。它其实并不像一个以前那种传统脱口秀，它其实是有点像讲脱口秀演员的从业的心理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大家对你的认识还没有那么多的话，可能讲这个就不太好。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讲这篇稿子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契机。哎呀，块哥那块给我吓坏了，我以为他要把我打死了，我当时觉得把块哥要满下。他这脑子真的很有创意，他把脱口秀又来了一种新的玩法。很多人说这个小块讲的是内部梗，其实他讲的不是一个内部梗。他讲的是一个很滑稽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小人物的异想天开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然后没有这个获胜的条件，然后他怎么去达成他的目标。他是那种把微观小事强行宏大叙事，就有一种在显微镜下我是蚂蚁之王的感觉，还挺喜剧的。小块本来说他拿了冠军收购笑麻，然后李伟胜就归我管。他笑麻就归我管的，我本来说买票给他。我一开始跟他说我管不了这么大一个俱乐部呀，小块说你就管韦大爷一个人，你看你就没当过领导。我说啊，只用管一个人。他后边玩的还挺有意思，我们都愿意成为这个疯狂中的其中一员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有一些人光是自己失心疯，别人看着还莫名其妙，害怕那个疯到洒自个儿一身血。但是这个小块今天疯到让我们觉得希望跟他一块儿疯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冠军大王，冠军！整个的表演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观众是理智的，有批判性思维的人。